大家好，今天是台风过后的第一个礼拜天。那有在看我朋友的影片，应该都知道我都是趁假日或者礼拜天不用上班的时候修车，跟拍影片。那我现在是在换机油，因为我住的这个地方比较偏僻，连外送都不送，所以就算是台风天，我还是必须出去买晚餐吃，所以没办法避免的就是我还是必须骑过一些稍微淹水的区域。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也是跟我一样，不管是骑车开车，就算台风天还是必须出门，然后难免的都会经过一些有稍微淹水的地方，可能水位不高，不会直接造成车辆的损坏。但是你们知道吗？如果你们的摩托车或汽车有经过那些淹水区域有涉水的话，涉水完以后必须做一些保养。所以今天我们聊的就是经过淹水区域的车辆，在涉过那些区域以后，必须做一些的基本保养。像我现在在换机油，因为其实换机油跟轻微的涉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，只是我做一下预防。因为那天我经过的涉水区域大概淹到这边，就是我没有离中柱的话，再骑的话是淹到这边。那相对的这个高度来说，对坏油汽车影响并不会太大，因为其实坏油汽车的线阻，它并不会那么的直接去影响到车子的一些讯号传递。基本上坏油汽车它的电线都是在负责电力的传输而已，它并不会去负责到一些讯号的输送。所以坏油汽车在经过比较高的淹水区域的时候，多半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。那我骑过了2个淹水路段，那2个淹水路段都有上新闻，好险我车没有卡在里面。顺带一提，就是我之前有拍过一片，就是如果下雨过后跟压过水坑以后，传动系统很容易打滑的影片。那在那天淹水的时候，因为我刚刚讲水已经淹到这边了，基本上大概在传动箱的一半，就是轮子高度的一半，已经淹到这边来。我还是勉强骑过去，因为那个淹水区域那条马路淹太长，虽然不深，但是距离蛮长的，所以我还是勉强把它骑过去。我想可能很多有传动箱进气冷却管的车辆，它的曲轴外盖，像进站来讲好了，进站的曲轴外盖，它下面这边会有2个孔。我那天就是因为水淹到这边，然后因为有孔，所以水就是直接灌进去，然后导致里面的皮带一直在打滑。然后因为我知道是在打滑，但是我不能停下来，因为停下来可能会面临熄火，然后可能脚就是要，因为那天车也很多啦，很多人也是勉强的通过，然后我也是硬着头皮把它骑过去。虽然打滑，但是只要保持着比较高一点的转速，车子还是能动，只是转速比较高，速度比较慢。我是建议，如果你们的车辆、你们的摩托车、你们的曲轴外盖也是有动的话，能够不涉水就不要涉水，因为你长时间让皮带在打滑的状态下，
去带动车辆的话，你的皮带损耗会比较快。因为我那天回来，我就已经检查过了我的去轴向，所以我今天我就不拆，我只是用比较简单的方式跟各位介绍，涉水过深的车辆必须做的一些检查跟润滑保养。我的机油漏差不多了，我先把它处理完一下，稍等一下。好了，我的机油换完了，那我也顺便换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刚刚那边真的蚂蚁太多，然后那个树上一直在掉果实，会打到头，很危险。那我们继续来聊，就是涉过水的摩托车在事后必须做的一些清洁跟检查。那在这边必须先讲，就是这个涉水只局限于轮胎的一半。如果你太高，淹得太高，或者说你的涉水已经导致车辆熄火的话，这个方式也是可以做，但是你必须先确保其他的一些东西都没问题的状态下才再做。以摩托车来讲，因为苏格达车型基本上都大同小异。因为涉过水以后，基本上像我那次淹水的高度大概在踏板这边。那以苏格达车型的话，它会有一把线组，它会跑在脚踏板下面。像进站的话，就是在这边，这边可以看到有线头在这边，这个我都检查完了。这个就是你要把线头一个一个的解开、拔掉，然后检查看看里面有没有水流到里面去，然后稍微甩一甩，然后喷点电子接点复活器在里面，再装回去。然后以后半部来讲的话，就是以踏板为分界点。以后半部来讲的话，就是必须做的润滑、清洁跟检查，就是中柱，像中柱这边，中柱它有一个支点在这边，这边必须做润滑的动作，你就找罐润滑剂，在这个它会转动的地方喷一下。两边都要，因为中柱它是锁2个支点，所以这边也要。然后再来前面这边这个是引擎吊架的锁点，这边也要做，就稍微喷一喷就好了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，基本上淹水的地方，它的水会跟一般的自来水比较不一样。基本上雨水或者淹水区域的水质可能会比自来水复杂的多，所以会导致车身的一些会对金属的腐蚀跟线路的腐蚀会特别严重。所以基本上润滑跟线组的检查，这个真的都不能少。或许你骑起来你没有感觉，但是如果你都不做清洁、不做检查的话，久而久之，你的车子会开始有一些小毛病，比如说像最简单的中柱支架好了，淹水过后，你骑着你会发现你在要立车的时候很难立，就是因为转折处生锈了，或者说你可能从停车状态、中柱立着的状态放下去，结果中柱弹不回来。那个有时候你一没注意，可能一转弯，中柱如果卡到地面，很可能会摔倒，这个很危险。哦，对了，一个刚刚少讲了一个重点，就是如果你涉水以后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切记不要马上熄火。你一脱离了淹水区域，
尽量的让车子再发动一下，然后把车子左右的倾倒，让那些多余的水分、多余的烟水可以尽量的流干净一点，然后把车子熄火，然后等引擎都冷却以后，赶快拿清水去冲洗它。像我刚刚有讲，就是积水的水会特别的脏，它会更容易导致金属或者线路的腐蚀。然后这时候就赶快用清水把那些脏污都赶快把它清除掉，把它那些会腐蚀的成分尽量的冲淡，尽量的减少。这个对日后的一些小问题的解决会很有帮助。然后刚刚讲到了中柱跟下支杯的锁点，再来就是垫盘。因为引擎只要一发动，这个垫盘的风扇就会一直转，它是吸气，所以一定会有很多水会往里面跑。这个时候你要注意看哦，风扇上面这边，风扇里面都会有螺丝锁着，中间也会有一个轴心锁着，这个也要记得做润滑，做防锈润滑。因为这个你不做处理的话，事后你以后如果要拆卸的时候，很有可能螺丝会咬死，然后到时候可能会造成拆卸的困难，甚至可能到时候拆螺丝整个就坏掉了，你会面临更大的损失。然后像很多锁点的螺丝，可以的话尽量就是也是把它喷一下，因为毕竟这种螺丝它基本上没有做防锈处理，可以的话都稍微的喷一下，甚至排气管这边都可以稍微的喷一下。这个到时候在发车的时候，等排气管温度起来以后，这些都会蒸发掉。这样子比较减少排气管的锈蚀。然后再来就是像以进站来说，因为进站它是双腔避震，所以它的排骨这边，这里会有一个轴心，后轮轴心的锁点，这里一定要记得做润滑，做清洁润滑，要不然这边咬死的话，你的轮轴到时候再转会很不顺畅，会增加油耗，增加引擎的磨损。当然如果可以的话，但是这个就工程比较浩大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排气管排骨都卸掉，因为轮子跟轴心那边那根轴也要做清洁跟润滑。然后往后面这边，这里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后轮轴心，它的那个支撑点，还有避震器的下面，它的锁点这边也要做润滑。其实基本上都是以润滑为重点啊，防锈。因为这些动作你不做的话，到时候如果生锈了，会导致很多不必要的故障发生。然后换到另外一边来，一样也是下避震的锁点。再来就是很重要的鼓刹的一些关节处。当然现在很多车子可能后面是碟刹的话就没有这个东西，那等一下碟刹的方式我会在前轮那边跟各位一起做解说。像鼓刹的话就是这里面这边，它里面会有一只轴心，
他会负责鼓式刹车的开合，这边记得也要做润滑，然后后刹车的调整螺丝，这边也要记得做润滑，然后喷完以后去按压一下后刹车，让它那个润滑油可以顺利的流进去。然后避免可能后刹车的咬死，会造成行车上的安全。然后再来就是避震器这边的一些防锈，这边都要做。还有就是像我还有踩发杆，所以踩发杆这边也都要做润滑。其实这些保养，这些润滑保养跟一般时候平常就要做的润滑保养差不了太多，只是必须针对淹水的高度，所可能淹到的地方都要做重点的润滑。然后侧柱这边也要做润滑，这个都会影响你平时骑车的一些感受，譬如说可能你侧柱很难踢啊，然后收不太起来啊，这个都很影响骑乘的时候的一些舒适感受。好，这边大致上，踏板以后，引擎这周遭的润滑大概就都这样子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换到前轮，以前轮来说，涉水高度如果淹过了轴心的话，你必须做的检查就是这一根码表线。这边也要做喷点润滑油，然后轴心，然后码表这个转折盖这边也要做润滑。其实如果可以的话，拆下来做润滑会比较彻底，但是这个工程比较浩大，可能很多朋友没办法去做到，所以很多细节比较需要费时费工的清洁保养，我就不介绍，我都是以最简单的基本保养方式跟各位解说。然后像碟刹这边真的要小心，你在喷的时候，你不要去喷到碟盘哦。你如果喷到碟盘的话，到时候刹车会失灵。稍微的喷一点点在轴心这边，然后去转动轮子。像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看到，那边都已经开始有点生锈了。轴心中间那边，我不知道这样你们有没有看得出来，这边都已经有一点生锈的痕迹了，有没有？这边都有点生锈的痕迹在了，这个都是太晚处理。因为碟刹这边那天回来是晚上，我不敢贸然的喷，所以我也没有喷。然后你看才1-2天，就已经锈成那样子了。
然后再来就是碟刹的重点。以碟刹来讲的话，可以的话还是一样，如果能够卸下来是最好。如果真的没有能力的话，最基本的保养就是像这个就比较难讲，因为会怕里面的活塞那个缝隙里面生锈，这个会导致你前轮碟刹这里面的活塞卡死。如果因为我那天马上回来的时候，我确定车子都冷下来，我是赶快用水龙头接水，然后去冲洗它。我目前刚刚在转动前轮时候看到，目前没有咬。然后我在按前刹车的时候，它的恢复状况也都还算不错。这边也可以看到，我不知道你们这样有没有拍到。这边活塞在顶刹车皮这边也都有点生锈，这个也是喷一点点就好。然后千万小心，不要喷太多，要滴到碟盘的话，到时候碟盘在刹车会失灵。像我现在故意用这个角度，就是如果它往下滴的话，它不会去滴到碟盘，它会往另外一边滴。基本上碟盘的润滑保养，我还是建议就是拔下来会比较好。那一些避震啊这些，像虽然没有淹到这么高，但是我的喇叭也都生锈了。基本上来说，好大雨过后，都建议就是把车辆稍微做一下润滑，做一下清洁，这样子对日后的维修跟一般骑乘的时候的感觉都会比较好。好了，那关于摩托车，在好大雨过后或者有涉水过深的情况下，必须做的清洁处理，大概就到这边咯。谢谢各位，拜拜。